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今年 iPhone 16系列的屏幕外观除了边框更窄之外，大部分小伙伴可能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升级。尤其是 iPhone 16标准版，居然还没有配备120Hz 高刷。不过，根据爆料，明年的 iPhone 17系列在屏幕上面可能会有重大改进。根据福布斯的最新报道，苹果公司可能在明年9月发布一款外观有显著变化的 iPhone， 即 iPhone 17 Pro Max。除了灵动岛开孔更小之外，还可能会引入与 Apple Watch Series 10相同的 LTPO3 显示技术。在上个月发布的 Apple Watch Series 10系列中，苹果首次引入了 LTPO3 屏幕，不仅更省电，显示效果也更惊艳。同时，它也是苹果首款广视角 OLED 屏。从倾斜角度观看时，屏幕比以往更亮更易读。Apple Watch Series 10在市场上取得良好的表现后，苹果公司正计划将 LTPO3 显示技术移植到未来的 iPhone 产品线上。先说说什么是 LTPO 版。LTPO 技术全称是低温多晶硅氧化物半导体薄膜晶体管，听起来很复杂，但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可以简单理解。在智能手机屏幕上，我们通常看到的图像是由许多小点，也就是像素组成的。这些像素会不断刷新来显示新的图像。LTPO 技术就是用来控制这些像素刷新速度的一种技术。刷新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参数，刷新率也称帧率，是指屏幕每秒更新的次数，单位是 Hertz。对于显示器来说，刷新率越高，画面显示的连贯性和流畅性就越好。60 Hz 意味着屏幕每秒更新60次，而120 Hz 则意味着每秒更新120次。对于电竞爱好者、影视发烧友和专业图形工作者来说，高刷新率如120 Hz 与常规刷新率如60 Hz 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更是体验上的飞跃，并且120 Hz 的高刷新率能够带来更强烈的沉浸感和更舒适的观看体验。而 LTPO 技术的主要优点是能够根据显示内容的需要，动态调整屏幕的刷新率。比如，当你在看静止的图片时，屏幕可能只需要以较低的刷新率工作，这样可以节省电量；而当你在观看视频或者玩游戏时，屏幕刷新率会提高，以提供更流畅的视觉体验。按照苹果以往的惯例，新屏幕技术都是先在 Apple Watch 中使用，再普及到 iPhone 中。例如，苹果在2018年发布的 Apple Watch S4 率先采用 LTPO OLED 屏幕技术，随后在2021年，LTPO OLED 技术正式应用于 iPhone 13 Pro 系列中。在 iPhone 13 Pro 上，苹果首次引入的 ProMotion 动态刷新率就是运用了 LTPO1 的技术，可以从10到120 Hz 刷新率自由切换。当前 iPhone 16 Pro 系列以及 Apple Watch Series 9等设备用的则是 LTPO2， 它能够在1到120 Hz 刷新率之间切换，相比上一代能带来 5% 到 15% 的能耗降低，还实现了全天候显示的效果。而 Apple Watch Series 10屏幕所使用的 LTPO3 屏幕技术和前几代又有所不同。从苹果官网的介绍来看，使用了 LTPO3 技术的 Apple Watch Series 10，在从倾斜角度观看时，屏幕比以往更亮更易读。对于 iPhone 而言， LTPO3 技术的引入将带来诸多好处。首先，更高的刷新率将使得屏幕在播放视频、玩游戏以及日常滑动操作时更加流畅，提升用户的视觉体验。其次，更低的功耗将使得 iPhone 在保持高性能的同时，拥有更长的电池续航时间，减少用户的充电焦虑。不出意外的话，这项技术将会首先成为新款 Pro 系列机型特供配置。在 Pro 系列机型进一步提升屏幕刷新率上限后，也就是基础版 iPhone 用上高刷的时候了。苹果迟迟不将高刷下放到基础版，并非技术问题，而是产品营销决策决定。前段时间 DSCC 分析师 Russ Young 就放出了消息，明年的 iPhone 17标准版，包括一款全新设计的超薄机型，暂且称为 iPhone 17 Air， 都会支持 ProMotion 技术，屏幕最高刷新率可达120 Hz。不久后 Dialog 也在报道中确认了这一点，这可能意味着 ProMotion 和息屏显示有望成为 iPhone 17系列的标配功能。另外，据最新消息透露，明年推出的高端 iPhone 17 Pro Max 将采用更小的灵动岛设计。据分析师 Jeff Pu 透露， iPhone 17 Pro Max 将采用一种名为金属透镜 Metalens 的全新技术，用于 Face ID 面容识别系统。这项创新有望使得灵动岛设计变得更加简洁紧凑，提升整机的视觉美感。不过遗憾的是，这项改进可能只会应用于最高端的 Pro Max 机型，而不会出现在较小的 iPhone 17 Pro 或其他 iPhone 17系列机型上。据悉，金属透镜与传统 iPhone 相机使用的曲面透镜不同，金属透镜是一种超薄且平面化的透镜，表面时刻有精密的微观图案，可以更精准地聚焦光线。这项技术有望在保证成像质量的同时，
进一步缩小 Face ID 组件的体积，为灵动岛的缩小创造条件。不过目前 Jeff Pu 并未详细解释苹果具体将如何运用这项技术，也没有透露它究竟能够将灵动岛的尺寸缩小多少。不过现在距离 iPhone 17系列发布还有大半年时间，如果消息准确，关于这款金属透镜的更多细节很可能会陆续浮出水面，当然也不排除苹果继续改动设计方案。此外，目前关于 iPhone 17 Pro Max 机型的其他配置参数也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爆料。据悉 iPhone 17 Pro Max 将继续保持和16 Pro Max 相同的 6.9 英寸显示屏和极窄边框设计，前置镜头将升级至2400万像素，有望搭载 12GB 运行内存，首次用上苹果自研的 Wi-Fi 7芯片，并升级为 VC 与石墨片的组合散热方案。关于 iPhone 17 Pro Max 的多功能操作按钮和音量键，有传闻称可能会进行合并，改为类似 iPhone 16相机控制按钮那样的电容式触控按钮。同时17 Pro 系列机型可能还会推出全新的钛金属配色。另外，明年的 iPhone 17系列除了常规机型外，爆料称还有新机型。据此前 @Russ Young 透露， iPhone 17系列将迎来一次机型重组，新款 Slim 机型暂定名将取代 Plus 机型，还有一款新的 iPhone 17 Air， 或者也可以叫做 iPhone 17 Slim。 供应链有爆料者猜测，苹果要给这款机型也走上超薄机身的路线，依据就是新品 iPad Pro 和 Apple Watch Series 10相比上代都更轻薄了。iPhone 17 Slim 采用铝金属材质， 6.6 英寸显示屏。影像上 iPhone 17 Slim 将只配备一颗后置摄像头， iPhone 17全系前置2400万像素。 iPhone 17系列芯片更新为 A19、A19 Pro， 性能提升。总结来说， iPhone 17系列可能带来全系高刷，17 Pro Max 独占更小的灵动岛设计，未来不知道哪年还会有可视角度更大的 OLED 显示屏。不管怎样，总算是摆脱祖传60Hz 屏幕了，可喜可贺。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期待 iPhone 17屏幕升级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